为了在零下40度的湖水中洗个澡，他已经拿着工具在湖面钻了8个小时，可扒开钻洞里的碎冰，愣是一滴水都没渗出来。气急败坏的他又找来斧子，砍下去的感觉就像是在砍石头。但为了搓掉身上重达5斤的泥，他必须得坚持下去，又累死累活钻了大半天，终于用冰湍捅开了冰层。清澈的湖水缓缓淌出，先喝上一口解解渴。然后脱掉衣服，二话不说泡了进去。然而就在他享受湖水带给他的刺激时，身后却传来一声低吼。转过头，一只棕熊竟然站在不远处，这让本就发抖的身体抖得更加厉害。好在棕熊并没发现他，转悠着去了男人的家。他见状赶紧溜进另一间小木屋，等到外面彻底没了动静，才壮着胆子走出来。看着被弄得一片狼藉的家，他没有过多伤心，反而很享受着刺激的遭遇，因为这就是他梦寐以求的生活。而为此，他曾抛下了都市里的一切，独自来到千里之外的贝加尔湖，花8000块从猎人手中买下了这间木屋。当时猎人看他的眼神就像是在看傻子，完全不理解他为什么要远离大城市，隐居在这荒无人烟的破地方，甚至以为他是要在这里自杀。临走时还送了他一把猎枪。对猎人来说，这傻小子就是个大冤种，但对厌倦了每天重复枯燥生活的泰迪来说，这就是他想要的那份纯粹的自由。安顿下来后，泰迪开始装修自己的新家，撕掉前房主铺的地毯，拆掉碍眼的窗帘，扒掉泛黄的壁纸，换上崭新的地图，摆上自己喜欢的书，让一切都变得原始，按照自己的节奏生活。这晚，泰迪正在床上看书，突然听到一声轰隆巨响，他带着猎枪来到屋外，发现原来是冰面开裂发出的声响，于是翻身躺在湖面上，静静聆听大自然的声音。由于之前棕熊的照顾，泰迪的食物已经所剩无几，他用仅剩的面粉贴了几张饼子，再来上一杯伏特加暖身子。吃饱喝足后，他背着猎枪上山打猎，走了半天才看到一头小鹿，于是立马瞄准，然后扣动扳机，成功吓跑了到嘴的食物。更糟糕的是，他在追击途中不幸踩到了捕兽夹。看着没有锯齿的夹子，总算是松了一口气，但同时也让他倍感疑惑。他所在的位置方圆几十里都荒无人烟，那么捕兽夹又是谁放的呢？第二天，他起了个大早，划着冰鞋去补充物资，来到距离最近的小镇上，找邻居问出了心中的疑惑。邻居说，10几年前有个杀人犯逃到了湖边附近的森林，捕兽夹很有可能就是他放的，但已经过去了这么长时间，那个人肯定死了，毕竟没人能在那种条件下生存下去。消除疑惑的泰迪在邻居家睡了个好觉。再次回到木屋，一场暴风雪不期而至。泰迪本想躲在屋里不出去，但因为没有提前准备足够的柴火，寒冷逼得他不得不去屋外取。可没想到，短短几十米的距离，却让他迷失了方向。他在能见度为0的湖面上呐喊，对着天空不停地开枪，然而并没有人能给他回应。无助的泰迪倒在冰面上，很快就被冻晕过去。不知过了多久，泰迪的身体突然被人拖走。等他再次醒来，发现已经回到了木屋，地上堆满了柴火，炉子上烧着滚烫的热水，唯独不见救命恩人的踪影。他爬上山顶四处观望，也不见有人类生活的痕迹。无奈之下，只能作罢。经过这几次危机，泰迪知道想要在这活下去，就必须要强大自身。他开始练习枪法，可自己还没上膛，罐头瓶子却突然被打飞。回头看去，只见一个高大的男人拿着枪站在不远处。在泰迪愣神的时候，男人已经来到了他身前，并主动介绍起自己。他说他是附近的偷猎者，也是他那天救了泰迪。临走时，他警告泰迪不能跟别人提起他，最后还纠正了泰迪的打枪姿势。泰迪已经猜到了男人的身份，并对他充满了好奇，于是拿出地图查看男人离开的方向。第二天上山寻找，没想到还真碰见了。男人一直警惕地拿着枪，泰迪却十分自然地走上前。男人摘下口罩，意味着他放下了一丝防备。就这样，在与世隔绝的森林中，泰迪多了个杀人犯作伴。男人带着他一起打猎，他与对方分享自己的美酒。男人看着酒杯咽了咽口水，然后一口气喝掉。
辛辣带来的刺激似乎让他想起了往事，但他什么都没说，只是问泰迪为啥出现在这里。泰迪说为了寻找内心的安宁。男人不是很理解，递给泰迪一片热乎乎的鹿肉，回了句这里不适合人类生存，然后就拖着一半鹿肉远去。从这之后，二人没再见过面。直到这天，森林中传出一声枪响，紧接着头上又飞过一架直升机。泰迪以为是来抓捕男人的，拼了命的上山寻找。然而等他火急火燎的找到男人时，男人却不紧不慢的告诉他，原来刚刚的直升机是有钱人在打猎，他们不为皮毛血肉，只为享受杀生的快感。泰迪跟着男人的脚步寻找那只受伤的棕熊，然而熊还没找到，暴风雪却呼啸而来。转眼间，森林被大雪覆盖，看不清方向，也走不动路，这样下去必死无疑。好在经验丰富的男人找到一个山洞，这才有了个避风的地方。但泰迪此时已经被冻得精神恍惚，为了让他保持清醒，男人主动讲起了自己的故事。他说他叫阿列克谢，12年前被他杀害的那人是他战友，因为退伍后的一次相遇，二人喝了很多酒，期间战友一直在炫耀自己买了辆好车，买了大房子，娶了漂亮媳妇，还有2个懂事的女儿。而相比之下，阿列克谢的生活则是一团糟，战友的妻子很是看不起他，甚至还出言嘲讽，这让本就心理不平衡的他很是不爽，于是在酒精的作用下骂了战友妻子，导致和战友打成一团，最后造成了对方死亡。事后因为害怕蹲监狱，所以才在这荒山野岭待了整整12年。听完阿列克谢的遭遇，泰迪对他说了一句，这一刻，阿列克谢彻底对眼前这个年轻人放下了戒备。等外面的暴风雪逐渐停息后，他带着泰迪来到自己的住所，是大山深处一所隐秘的小木屋。在这里，他给泰迪看了自己孩子的照片，也正是这张照片陪着他挺过孤寂。而再过3年，等15年追溯期一过，他就可以重新和家人团聚。他又问泰迪有没有孩子，泰迪当然没有，他来这里就是为了逃避按部就班结婚生子的日子，他不想在碌碌无为中耗尽一生。泰迪的确在这个脱离世俗的世外桃源找到了他渴求的自由的精神世界。时间一天天过去，两人的关系越走越近。晚上坐在一起把酒言欢，白天一起上山打猎，生活的无忧无虑，好不自在。这天晚上是泰迪的生日，他在冰面上点燃信号弹当做蜡烛庆祝，火光照亮了孤寂的夜，也让阿列克谢发现他和泰迪十分相像。他们都是在遇到困难时选择了逃避，但他不希望泰迪跟自己一样，因为这片森林像牢笼一样困了他12年。他深知这里的自由只是表面，所以他想劝泰迪离开，不要把青春浪费在不值得的地方。J'ai tellement rêvé de venir ici. Здесь, это мечта. Тут не место для мечты. Ронтор, что твое? 阿列克谢说完就推门而去，并且很久都没再联系泰迪。不放心的泰迪主动找上他的住所，才发现阿列克谢病了。原来从那天走后，他就一直发高烧。泰迪为他喝了草药，还在深夜给他读小说，但阿列克谢表现的却很消极，甚至开始交代遗言，说他死后不要把他葬在森林，而是沉入贝加尔湖中。泰迪则是一直在旁边鼓励他，他说明天就带着阿列克谢去城里买药，现在已经没有人抓你了，更何况你还没有和家人相见，所以你必须得坚持下去。阿列克谢却摇了摇头，他希望泰迪回家过正常的生活。见泰迪对此没有做出回应，阿列克谢也不再多说什么，只是在第2天突然改变了主意。他让泰迪帮自己去城里买药，还写了一封信，让泰迪按照信封上的地址送过去。此时的泰迪并没意识到什么，还保证自己3天之内肯定能回来。说完就踏上了行程。看着泰迪离去的背影，阿列克谢眼中充满了不舍。泰迪，我走了，你别再难过，心里有话都不想再说。记得以后你要快乐，这世界没那么多因果。Daddy! ，Alexei！ 尽管有太多的不舍。Daddy! Alexei! 走过总是一个人在房间里面感受无聊，抱怨着被Alexei! 街上街道曾经去二人就这样一遍遍呼喊对方的名字，直到再也听不见。
随着天气变化，贝加尔湖面的冰已经很薄，泰迪只能先乘坐气垫船，再转乘货车来到城里。由于患者没来，他只能用钱买通医生，这才开了一副处方药。由于阿列克谢的信是用俄语写的，作为法国人的他只能找回英语的俄国人翻译。女人告诉他信上的地址是车站，然而当他来到车站，看着茫茫人海，又不知该把信送给谁，于是又返回去让女人帮他翻译信上的内容。You made it part of way. Be strong. Continue. Not be afraid. You're free. Yes, you're free. 泰迪这才反应过来，这封信是送给他的，同时心中也有了不好的预感。他连夜赶车想要去找阿列克谢，但汽车只能走一半的路，剩下一半只能靠租来的摩托。他在冰面上疾驰，只想能快一点。但来到阿列克谢住所时，天还是黑了。他点燃煤油灯，看到好友躺在床上一动不动。这一刻多希望他只是睡着了，可风吹灭了油灯，也带走了最后一丝希望。等到冰面彻底融化，泰迪划着船把阿列克谢带到湖中。他在原地坐了好久好久，也想了很多很多，最后还是遵从好友的愿，将遗体沉入了湖中。他又回归了那种畅快的孤独，只是比起之前刚来贝加尔湖时的畅快，此时的他显得有些怅然。不久后，他刮去胡子，整理好心情，离开了这个生活了1年，但却宛若一辈子的家。不管是不是阿列克谢带给他的触动，反正他现在已经明白，逃避现实的地方永远不是真正的家。就像一个失去自由的人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自由，一个已经死了的人才懂得活着的意义。一个人绝对不仅仅是静态，而是无限的动态。什么东西久了都会感到腻歪，感情、生活、习惯以及口味等等，无限动态的生活，使得我们在漫长人生路上，并不会有真正的理想地，但是其中的一段路，我们可以选择在这或在那。想要自由，就得勇敢地走出去，去迎接那不一样的人生。